心得很有意思啊，因为呢，最近韩国的 Twice 这个天团在高雄表演啊，的确替高雄带来不少的商机了啊，旅馆啊、这个捷运啊、高铁啊都满的哦，很多人去看啊。那所以他就说，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周子瑜要回来喽 ？Twice 的周子瑜是我们台南人，是台南麻豆人啊，要回来表演了。为什么会来表演呢？因为呢，像 Blackpink 啦等等哈，来来回回好几趟了，所以呢，不管是香港的巨星、台湾的巨星演唱会都大受欢迎，这都没关系。然后表示我们台湾人有钱又有闲，因为演唱会票也不便宜啊，一张都好几千块啊，5000、6000、7000啊、3000啊1600最便宜的1600啊。然后呢，还要很多还要住旅馆啊、搭火车、搭捷运啊，而且你要有时间才能啊，所以我们台湾人有钱有闲。问题是，我看有个调查，真的台湾去看演唱会，可能就是10几20%，很多人其实还是没看的。就是说很多人其实也没钱也没闲啊，也不是说大家都有闲有钱哈。所以呢，黄国昌说，认知离年轻族群越来越远啊。年轻族群过来爱这些人，但是也不表示每个人都有钱有闲看嘛哈。所以呢，人家就想，这是平行宇宙啊，台湾人真的有钱也有闲吗？那会不会社会蛮两极化的哈？到底怎么回事？那另外呢，赖总统交办，我们有一个国策顾问叫做康银寿，会组一个超过200人的团到日本观光，因为大陆现在不到日本观光，所以赖清德就交代这个说呢，交代这个康银寿，因为国策顾问嘛说既然中国不去日本观光，我们就带团去日本观光这是赖清德前一天特别告诉他因为他们现在在这个台南市旅行商业工会举办一个大台南国际旅展，本来举行大台南国际旅展，一方面也希望国际人到台南，因为很多观光客喜欢到台南，台南蛮多东西好看啊、好吃啊所以呢，现在到日本去所以他说他要组织一个200人、300人的团去日本旅游所以赖清德既然交给他这个重大任务，说我们一起来完成到日本去玩那当然别人讲说我们国旅也蛮萧条的事实上台湾人到日本玩的已经很多了，这个旅游的贸易我们是逆差的其实我们什么都逆差，我们贸易也逆差被日本一年赚好几百亿美金，旅游也是逆差，日本人来的还是少，我们去日本的多，说国旅也很萧条那不是应该鼓励他去国旅吗等等。另外就赖委员刚刚提到福岛5县市食品全部解禁，而且立刻生效，马上生效所以呢，这个有医生就生气了，说国民的情感、国民的健康也一定要顾沈正南医生这样说了那另外呢，这个李彦秀说，开放是政治算计，蔡英文当时还不敢做，赖清德全部敢了，没有什么不敢，通通来了。那么另外呢，他们 PO 一张相片 ，AIT 的这个处长跟潘孟安那喝清酒，说呢，台湾跟美国共同坚定要支持日本。我们看一下。Twice 的周子瑜返乡开唱，总统赖清德话锋一转，提到演唱会经济。韩国的天团 Blackpink 已经来来回回好几趟了，香港的巨星还有台湾本身的巨星，其实在台湾的演唱会都大受欢迎。那么有许许多多人不仅仅有钱，而且又有闲，可以来买演唱会的门票。有钱又有闲，那总统下一句会不会也要说用新台币支持日本？国策顾问康银寿在台南国际旅展爆料，总统交办，既然对岸不去日本观光，我们就组团带200到300人去。虽然台下大批日本观光业者叫好，但据平面媒体报道，国旅业者听到不是滋味。这就充分说明了赖政府只会拼政治，心中完全没有经济、没有民生啊。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最惨是国旅嘛，我们的观光逆差去年就几千亿今年来台湾的旅客也是非常的少。眼下中日关系恶化，赖政府用行动力挺，不只克日本海鲜，绿委喊话机票降价。副秘书长潘孟安也晒照片，和日本片山合资代表干杯青森苹果汁。驻台代表、片山代表特别也来跟我洽谈一些公务，同时呢，也送了我们台湾埔里的成哨呢，来送给他，象征的台日两国呢甜甜蜜蜜、越久越沉的这样的情感。台日友好此时正值一波新高峰。来，亮君。
我想当然这个赖总统就是讲说，现在的这个演唱会经济也带来很多这个地方的这些财政的来源，就是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啦。那当然呢，在这个去看演唱会呢，当然就有2种可能嘛，就是说，那年轻人当然有些人可能就真的是这个除了他生活开销以外，还有多余的钱，然后他也有空档，那他就去拿这些钱去做娱乐的开销，要不然你吃饭都吃不饱了，然后呢，你光去工作上班都来不及了，怎么会有空？那怎么又会有闲钱去做娱乐的消费呢？那这当然是一种可能。那也有人当然就是扛登内兜，然后就是省下来，然后去看这些演唱会去看这些演唱会。那当然，我认为这一些人他有可能是存在，就是说他真的是这几年下来的经济发展，他因此也获得了很多这一些经济成长的果实。这些人可能是存在的。那当然，你说像我就也没看演唱会，但是我身边其他的朋友，他真的也是因为有赚到钱，然后投资也有赚到钱，他就去看演唱会。要不然当民意代表，我们做这个事情也没存几个钱，然后周末还有行程变得更忙。我就不是那种有钱又有闲的人。那但是有没有有钱又有闲的人？可能有，但是在哪里我不知道嘛。那只是说这个实际上整个演唱会的经济对台湾的知名度有没有加分？绝对是有的。再来是在地方经济的发展有没有带动？这也是有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大家还是可以给予更多的鼓励跟肯定啦。那至于说在台日之间的这个情谊我想从过去到现在，不管是在日本遇到大地震、遇到天灾，或者是台湾遇到很多的困难，包含地震，甚至在疫情的时候遇到很多的困难。我想台湾人跟日本人之间这个彼此深厚的这个羁绊其实感情我觉得是非常深厚的。所以在面对每一个台湾或日本国内遇到的状况，或是面对其他国家对于该国的一些威胁的时候，大家给予彼此支援，然后给予彼此力量跟鼓励，我觉得这还是一个正面的效果。那你说现在台湾的这些政治人物或很多的人，因为我看到周末也很多人去日本超市，然后支持这些日本的水产跟海鲜，那这也没有什么不对啊，这也是好事嘛。然后会因为这样，我多吃了这些北海道的干贝，我多吃了这些日本的水产，然后就会引起中日关系的紧张吗？我觉得这大家都过度解读了哈。我觉得在这个整个区域的局势发展之下，到底谁才是挑起这样子一个所谓的地区威胁最主要的角色呢？绝对是中国嘛，要不然在整个印太地区没有任何一个人就是不断的这一些共击共建，不断的试图想要去侵略其他国家的领空跟领海，那是谁？那绝对是中国。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现在去讲说那台湾或者是日本的这一些政要，然后去做这样子的行为是在挑衅。我认为谁才是整个武力不安、整个区域不安的始作俑者，大家要搞清楚。刘伟。我觉得这样啦哈，那赖总统做这些动作特别指定那个康银寿也就是大家都知道了，叫做南部的人心声叫做纪勉这个是他的国政顾问。我们的国理这么惨，你去做这个动作，到底是什么情况？因为今天是你赖清德总统交办的这件事情，视同国家之政策。说实在话了，今天你如果用康银寿、纪勉以及这几款代志，那大张旗鼓去讲这些，我真的我不以为然。台湾的不管是国理也好，不管是这个观光产业也好，真的很惨，真的很惨。我是比较担心这个地缘政治升温台湾更要冷静以对。为什么？第一个，你可以看得出来，高市早苗在日本国会里面讲这些话，那当然惹恼中共。可是不要忘了，中国做这些强烈反应的时候，他们中国的民调也是高涨的说日本这个高市早苗也是高涨，中国也是高涨。请问一下，这如何去应对？所以我是觉得我比较不太赞同冷静以对，但是台湾卖超咩人给安啦。所以我是觉得台湾真的要好好的、非常冷静、未雨绸缪面对这些国际局势。我认为今天这个事情，我的判断，
那本来就是什么？实际上就是美中较量，然后日中竞争。那台湾的安全应该要怎么做？我相信不是你赖总统一个讲啊，志明啊，带人去日本观光，这样就好了吗？啊，吃个瓦萨比，出个日本料理啊，这样就好了吗？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要做这些挑衅动作，有一天如果日本退让了，那请问台湾的地位是什么？台湾如何何去何从？所以我还是建议我们赖总统，真的台湾的立场一定要冷静以对，这才是确保台湾的原则。赖志宇。其实我们看到赖清德总统讲到说看演唱会经济，这个是台湾人有钱有闲。就年轻人的角度，我们真的觉得赖尔校长真的非常的会自我感动怎么说呢？不管是年轻人存了很多钱拿去看演唱会，或者是本来就有钱去看演唱会，都不干赖总统你的事情。赖尔校长应该要面对的是年轻人房价的问题、低薪的问题、少子化的问题，而不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想要借由周子瑜来加好自己的这种形象，或者说周子瑜在台南来去加强自己的好形象这些都不是莱尔校长作为一个总统应该要去做的事情。那在讲到他的这个演唱会经济的逻辑我觉得非常的讽刺。如果大家都去看演唱会，代表有钱有闲的话，那大家买不到鸡蛋排队买鸡蛋，是不是大家特别爱吃鸡蛋呢？又或者说低薪加班加到爆，是不是大家都超喜欢工作，好爱工作呢？难道台湾人对于赖清德总统来说就是这样子吗？而我们看到这个日本的这个事件不管是刚刚谈到的乌克兰，或者是石破茂的发言，我觉得对台湾的政府都应该是一记警钟。外交呢，应该是避免战争，而不是每天刺激两岸的风险来促进自己的政治红利而讲到这个外交，一讲到外交，就只有我们要去增加日本的旅游，我们要吃日本的这个出口的这些海产那请问，对于台湾两岸之间的购买的力道，赖政府真的觉得台湾的购买力道可以弭平日本对大陆的出口吗？2022年日本的水产出口，中国大陆呢就占了871日元而相较于台湾呢是351亿的日元。相距差了2.5倍，而其中的干贝更是有4倍的差距。请问台湾人是每天都要吃干贝了吗？台湾每天都要吃水产了吗？接下来部队都有干贝可以吃了吗？而对于这个旅游的部分其实台湾人本来就很爱去日本啦。年轻人每次只要有假期、有放假，都是先看日本的机票。那台湾人那么爱去日本了，已经饱和成这个样子了，赖清德随便喊一喊就可以继续让台湾人更去日本吗？还是呢，只是造成赖清德总统的形象延伸到大家对于去日本有一点却步呢？最后讲回来，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是安倍是早苗高市早苗的想法，可是各界其实都是希望台湾没事，日本也没有事，而台湾人本来就很喜欢日本不要被民进党破坏形象，大家都不希望有事。谢谢再回来。美国最高法院真的审关税这个案子到底怎么样了哈？那当然，本来最高法院对川普是有利的了哈。现在9个法官，6个是保守的，只有3个自由派啊。那这6个保守里面有3个是川普任命的，那因为美国法官是终身制，除非病了死了自己不干了自己不干了，否则的话呢，这个总统是没有权利。有很多总统8年都没有任命一个大法官，川普在第一任任命了3个大法官那当然，民主党很怄了其中有一个大法官，当时他就觉得他不行了，叫他退吧，他不肯。结果川普才刚上来他就死了，川普就可以任命了。川普运气算不错了那但是这其中有4个保守派，其实都有质疑川普的关税，就你的关税就是加人民的税什么是外国厂商付？就是人民付，人民付的关税的，人民付税的这个权利是国会的，不是你总统的美国分得很清楚，所以会怎么样不知道。那川普已经在准备了，如果到时候最高法院说你越权了，你这个侵扰了国会的权利，白宫在研拟替代方案，
什么301啦、232啦，什么还有一堆在后面等啊。那另外呢，南韩说，南韩其实还蛮有想法，跟台湾一起对美国争取晶片的关税优待。就是南韩总统、日本他们都敢跟川普争，你知道？就南韩就说，我如果都按照你的讲法，我就被罢免了。你还忘了前任总统现在都关起来了啊？我敢吗？哦，好，我这个韩华造船厂去投资你啊，对不对？但是要分好几年了，哦，所以他没有，而且我们的这个晶片的关税不能比台湾差哦，我们是竞争者哦。南韩现在又说，台湾跟韩国可以一起合作，对美国争取晶片的关税优待啊。所以韩国其实蛮主动出击的，我们好像什么都听。讲什么就听什么，也不敢反驳，我们都不知道到底谈了些什么，都要透过外媒我们才知道哈。那《金融时报》说呢，美国叫台湾投资4000亿美元，哦，经济部长说不确定，经济部长知不知道我都很怀疑啊。那有结果会对他们说明啊？为什么呢？因为美国逼韩国投资3500亿美元，但是呢，造船厂算1000亿啊，然后逼日本投资5500亿美元，都还在谈呢。所以呢，你台湾。韩国加上日本，对不对？加起来是3500，加上5500是9000，除2 4500，所以现在你投资4000，这4000呢，包不包台积电的1500哦？可能包括哦，但是就算包括，你还有2500亿啊，很多钱啊。我们一共外汇存底才6000亿美金呐，哦，那所以呢，你要投资12.5兆，就换成美金了，来把关税从20变成15，所以呢，旅美学人翁履中也是，这个代价是。很惨痛的哈，而且我们的 GDP 跟我们的财政量跟日本、韩国都差很远嘛。韩国4000多万人，我们只有它1半人口啊。日本不用讲，日本有1亿人口，它的经济体比你大嘛哈。那国科会主委吴成文接受采访说呢，美国不会以关税惩罚台湾的晶片业，台湾跟美国已经达成共识了。到底什么是共识？让我们知道一下，至少立委应该知道，大家都不知道哦。而且说，因为这个美国方面说，因为台湾怕把这个谈判谈坏了，谈崩了，所以我们也没有提投保协定哦，就是总之有些东西啊，你要保护我们了的都没有哦。那美国学者说呢，台湾是扼住中国这个巨龙的锁，但是已经逼近了临界点了，所以未来几个月是台美的关键，到底怎么谈的啊？等等都很重要。那国民党谈说不能因为关税啊就把整个外流都输掉，我们看一下。至今民进党政府不说内容，不说程序，不说承诺来源。甚至连是否谈过都闪躲，不愿意承认。我们必须质疑：台湾人民难道没有知情权吗？台湾的下一代难道没有被告知的权利吗？现在所有的新闻，我们在国会知道，都是从国际媒体包装杂志这边传出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就是所谓的密室外交。而且我们居然知道是从《金融时报》上面知道的，国科会主委主动跟大家在上面大言不惭讲的。这不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吗？来，赖委，到底怎么回事？现在这样子，这个你就想想，当初的前经济部长是郭志辉，就提到了，说我如果投4000亿换关税降低，业者觉得怎么样？后来被人家猛 K 一通啊，就丢等起啊，说没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现在看起来就是4000亿啊。那这个4000亿，第一个合不合理？我们就看 GDP 嘛，日本的 GDP 大概台湾的5倍大。韩国大概是台湾的2倍，差不多2倍左右了哦。结果韩国3500亿耶，那我们照理讲，就是日本的1/5就1100亿，韩国的1/2就1700多亿，我们2000亿就大概差不多1500亿到2000亿就够了嘛？为什么台湾要4000亿？台积电去就够了。台积电去1650亿，现在听说是内涵的就够了啊。结果现在发现说不够啊，我们还要投资更多4000亿10几兆，换取什么？各位换什么？少5%。那个旅美教授翁履中嘛，他就提到了，我觉得他提的观点非常好。他提什么？5%是什么概念？我们去美国当1000多亿美金输出进美国，所以换到的是50亿美金。就我们用4000亿美金换50亿美金。这个有不笨吗？你不觉得吗？哪里有这样子的？我们投资这么大，结果我们拿到的就是降低5%，就降低5%。所以这个东西是上前路过，一点都不为过。难道台湾都没有筹码吗？更何况有提到了，这里面没有投保协议哦。我们去投资，万一有什么纠纷，没有保障的，我们完全没有喊价的空间。李在明
就敢讲说，不行了，我答应你3500，韩国还没有答应哦，日本也还没有答应哦。可是你不觉得我们的政府一副已经答应的样子？他不敢去讨价还价，而且除了台积电，还有他的 supply chain， 他的供应链的工厂都去 Plus 要送一个叫类科学园区，就是我把科学园区的模式统统搬到美国去，上下游都给你，上下游统统给你，就这样子来讨你欢心。你不觉得这个贵得太严重了吗？怎么会说一个政府，我们跟美国谈，日本敢跟他 argue， 韩国敢跟他 argue， 我们不敢 argue。美国讲什么，我们照单全收。真的这样谈下来的结果，如果最后开奖出来就是4000亿，然后什么都没有，或者说最少，你给我们提供点安全保障吧，卖台湾 F35，卖台湾 F22，没有，什么都没有。然后呢，我就这样子就吃定台湾啊，台湾好像要甘之如饴啊，就全部接受，这个人民会唾弃的啦。假如台积电与女儿做比例，我把女儿嫁给你，姐妹都一起嫁给你了。来，国成，我觉得我们在立法院有时候也是真的是愧对啊，我们全民啊。说实在，行政院长一问三不知，经济部长更不知。所以啊，有时候啊，我跟赖委员还在财政委员会嘞，我还在交通。所以你就说骂他比骂你凶一点，所以要骂他多一点哈。但是我说实在，这个怪来怪去要怪什么？要怪现在的赖政府嘛。第一个，关税告诉人家就是不确定嘛，一样，这4000亿到底是不是确定？这4000亿呼出去以后，真的可以不可以弹回来像样的一个关税？我说实在，我是不看好。但是美国吃定台湾，到现在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是吃定你台湾死死的嘛。我说实在，代价比任何国家高。待遇比别人还低，请问台湾该怎么办？但是你看看哦，奉送台积电，把台湾晶片的基数又外加，拜托好不好？台湾你怎么谈判？我们的谈判人才济济，结果谈回来这些根本不是台湾人要的，也就是把台湾所有的财务掏空。请问？现在的赖政府，你们在谈什么？来，凤琴，4000亿美元对我们来说是50%的 GDP。其实用 GDP 来作为对比，其实很重要的。我知道之前老沈说这个 GDP 不重要 ，No， 当然重要，因为那牵涉到我们的投资能量可以到什么样的程度。1半的 GDP 其实对一个国家来讲很惨烈。那么日本呢的5500亿，可是占他们 GDP 的比重只有14%。韩国3500亿，可是占他们的比重只有22%，我们是50%，这是非常非常惨烈的。那么，而且呢，他要的就是你最精华的，你也不是说我们到那边去投资房地产，买个摩天大楼他会接受，不，他都不要，他要的就是你的高科技，而且要的就是你最精华的半导体，也就是你最有竞争力的部分。那其他的部分，你要去那边设什么纺织厂啦，或者你要去那边设一些这些就是什么投资一个大楼啦什么的，他是不要的。好，所以我现在回过头来讲，我们要把这整件事情放在一个 G2 的框架里头。G2 是川普自己说的，而且川普的 G2 框架跟10年前的 G2 框架是很不一样的。10年前的 G2 框架呢，是说我美国是个强权，我不容许有一个崛起的强权，所以我必摧毁你。可是现在川普说，我不寻求要摧毁中国大陆，我要跟他平起平坐，我要跟他和平相处。在这件事情上面，他所达成的 G2 是一个全世界2大强权和平共存的 G2。那不寻求开战，不寻求任何的冲突，不寻求摧毁，也没有什么中国崩溃论。在这种情况之下，对美国来说，他最好的选择是，我在最后关头，我不寻求跟你中国大陆打仗，但是现在他最大的担心的损失确实就是台湾。可是台湾是因为战略位置吗 ？No， 其实很多的战略学家早就已经说过了。就第一岛链来讲，其实台湾可有可无。你看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麦克阿瑟的那个痕迹图，你就可以看得出来。那关键点在于，台湾现在有经济价值，我们有6000亿美元的外汇存底，我们有台积电，以及更重要的是，整个最先进的半导体、最先进的这一些制造的这一些半导体的这一些供应链，而且我们有科学园区的技术。所以现在你从这里面来看，美国要你什么？要你4000亿美元。
然后汇率的协定要你去买美债。然后呢，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美国要你最精华的半导体去那边去投资，4000亿美元，我们到底要花多少的时间要完成这4000亿美元？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这对了我来说，那其实就是一个加速掏空。我不觉得这件事情是用5%的降关税来换来的。我不客气的说，其实他要换的是赖清德政府要希望美国不要推翻他，希望美国能够支持他，所以他只换到了政客的利益，台湾什么都没有，只有加速掏空。我讲过，再讲一次哈，1000亿美元就是3兆台币，是什么意思？让我们台湾1万家中小企业每家给他3亿，或是3万家中小企业每家给他1亿。哎，我们中小企业很多，现在要这个虚钱恐音呢，这个到处要借钱都借不到哎。你看这1000亿美元就可以摆那么多，现在是4000亿美元呢，休息一下就回来。